好，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嘉的。OK，谢谢 Mark 的介绍。好，那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嘉仁，然后我是在2015年加入 AWS 的 Premier Support 台北的 team，然后我一开始也是从 Cloud Support Engineer 做起，然后我陆续的从 Database 的profile 转到 Big Data，然后在2019年有机会我就转职变成跟 team 一样变成 Ops Manager，然后现在在带Big Data Analytics 这些 profile。然后在加入 AWS PS Team 台北的 PS Team 之前呢，其实我也在台湾几个大公司服务过，所以说可能等一下 Q&A 的 session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人会想要了解说，哎 AWS support 这边的工作环境跟文化怎么样？那我觉得假如我待过这几个大家可能每天都会听到的公司，我我的给大家的分享的内容应该是很值得参考的。我这边感觉外商跟在本土公司的这种差异是怎么样？然后这边一样有3个 QR code，所以假如大家现在有空的话，你可以拿手机扫描一下，然后看有没有符合你专长的那个职位。那你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 Amazon Job 上面，我们持续都会去更新，假如有任何新的职位释出的话，对，好。好，那我们这个 session 的话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绍说我们的 leadership principle。那其实大家你到面试前一定会做功课嘛，你会上网去搜集很多人的分享很多人的经验。那其实不止AWS，每个公司一定都会有这种行为准则的 behavior 的面试。那我这边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我们 AWS Premier Support 我们会重视我们的哪几个领导力准则，还有一些面试的技巧。这样，假如大家之后再申请职位，其实相同的概念不只是用于 AWS Support，AWS 其他的 role 或者是你在其他公司，我相信一样的面试技巧都一定是用得上的。好，然后我们的 Leadership Principle 大家一定知道会有14个，但是前阵子大家应该有看到新闻，我们的新闻也有新闻是写我们有增加2个leadership principle，不过我们今天没有放在这边。那有其中一个我等下会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最原始的14个leadership principle。那大家不要觉得说一看会觉得很像是我们以前在学校读的那种标语每天挂在墙上即使用不到，或者是要考要背的时候，我们再拿出来看。来这边工作的一段时间以后，我真的会认知到AWS Amazon，我们是把这种文化完全的升值在我们每天的工作里面。不管在 hiring 在 meeting，在跟同事合作 project 解决问题，其实我们一直都不断的在展现这几个 leadership principle。所以它不会只是一个挂在墙上的标语，我们真的是会把它拿来来验证我们每天做的事情是不是有符合我们公司的这些领导力准则。那大家一定常常看到报章杂志或者是我们我们的那个创始人贝佐斯的自传都会提到我们的致力成为地球上最以顾客为中心的企业。所以这14个 leadership principle 里面，大家应该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哪个是重要的。当然就是第一个 customer obsession。那 customer obsession 的话，我们会想要知道什么呢？我们会想要知道说你在过去的工作经验里面，或是实习，或是甚至在学校的团队合作经验里面，你有没有去帮你的 user、帮你的客户去想过他们的体验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要给他们提供更多超乎他们想象的服务，而不仅仅只是满足他们基本的需求而已？所以customer obsession 的话，这个就是你在面试过程中，你可以去想象你过去有哪些相关的经验，然后把它在面试里面展现出来。又或者说你有试着去怎么收集 user 或是customer 的 feedback。我这边会提到 user 主要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实习或者是在外面对客户的经验。那很多的场景，其实你可以把你的同学跟你合作的合作报告的同学，或者是你在 Intern 里面开发系统、开发功能的 user，那都是客户的一部分。那些都可以套用在这样的情境里面。你怎么去开发一个你觉得非常棒的功能给客户？
而且在上面加了更多，例如很棒的 UI 啊，非常的友善的界面，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你可以拿来在面试里面使用。那 ownership 完以后，我们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learn and be curious。那像我们刚刚 Mark 跟 Tim 都有提到，我们这边真的东西学不完。我当初转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我觉得在这边东西非常的新奇，永远都是要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服务，然后有学不完的东西，而且同事都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都不同的专长，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learn and be curious 在对cross-project engineer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说我可能只是 database 专长，但是我在解决客户做连线的问题的时候，我不能说这个问题我就直接丢给networking 专长的同事，像 Mark 他连线问题你帮我解决，而是我们会希望 engineer 说，这是连线问题，我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去学一下 networking 相关的知识，例如我怎么去收封包，好，封包收下来我怎么去分析，对，这样的话你的技能数会越点越多你的 skill 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广。所以 learn and be curious 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 leadership principle 这样子。然后右边的话，untrust 这点其实我们也会非常的重视，主要是我们想要看看您在你是不是能够去尊重其他人的意见。那假如其他人给的意见跟你的是不一样的，你能不能去提出一些 data，一些说明来说服他们说，我的方向才是正确的，然后进而把整个团队整个专案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说你也可以去看看你过去的工作经验，或者是在学校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相关的例子，也可以拿来 interview 里面来做展现。那再的话最重要的就是 dive deeper， 这个就是 Scouts Engineer 里面跟 Learn and be curious 是一样重要的一个 leadership principle。我们想要看看说你怎么去分析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有非常正确的troubleshooting 的方向，而不是乱枪打鸟。例如说我先试这个指令不行，我再试下一个，而是你要有非常的逻辑，说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我先做重现，那重现不了，我来看 log， 那 log 里面有哪些线索，一步一步的往下，你能不能钻到 root cause， 然后给客户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所以 dive deep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在我们Cost Engineer 里面面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 leadership principle。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 deliver result。那 deliver result 的话，顾名思义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把做任何事情都有个好的结果？你有没有办法去克服所有的困难？例如你要完成一个专案，你可能要先去谈需求，可能需求不好谈，user 的需求很模糊，或者是你要去跟很多不同的团队去做沟通、做协调，这些都是一个展现你有没有一个 deliver result 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所以我刚刚提到这几个 leadership principle 的话，都是在Cost Engineer 这个 role 里面我们非常重视的。那但我们也不是因为也不是说只有这几个大家要准备我们每一个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准备方式就是说第一个我建议大家，你可以把你过去你印象很深刻的你的专案经验你 troubleshooting 的经验，你团队合作的经验，我们都把它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细节你做哪些事情，我们等下会提到 STAR 的面试的技巧，用 STAR 这个技巧来看看怎么把它展现给 interviewer 看。这样不管在任何的 interview 里面，其实我们不会建议大家说，你去猜测 interviewer 是不是要考customer perception。其实interviewer 我们不太会去问那种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或者是不好理解的问题。我们问的问题，你其实很快就可以去反映到说，哇，我大概知道他想要了解我有哪方面的能力，那我赶快去从我原本的准备的例子里面去想看看，我有某个例子，例如我跟一个开发一个功能，然后客户很满意，那刚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来展现那个 interviewer 想要了解的你的特别的能力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一些技巧，大家可以在面试前可以做准备。然后这几个 leadership principle 的话，其实它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内涵，他们都是从字面上你就可以去理解到我们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意思。那我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新增的 leadership principle， 就是我们致力于成为全球最佳的雇主 ，the best employer on Earth， 就是在地球上。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提供给各个新进同事非常完善的教育训练。然后大家也知道我们疫情改变了我们生活嘛，那当然工作模式也都会做改变，所以我们也会有远距工作的选项。那我们为了兼顾大家的生产力啊，还有灵活性，所以说你可以跟你的主管根据你不同的发展阶段，例如你假如刚到公司，那其实你刚到一个公司到一个新的环境，你就 work from home，这一定会觉得很孤单，没有人可以讨论，没有人可以一起奋斗学习东西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大家可以到办公室跟同事聊聊天、见面。那做一段时间，假如你熟悉的话，你已经上手了，那我们好不好就可以开始有那种混合的工作模式，例如work from home 几天，再到办公室几天，等等之类的。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发展阶段、你的需求跟你的主管讨论你的工作地点的选项。所以说我们有 in office，有 remote，也有hybrid 这几种 model 都是可以开放的给大家做选择的。对，那除了这些以外，其实我们的工作环境啊，以前还在办公室里面都是很 open 的。同事跟同事之间也都是非常 open 的讨论所有的问题啊，互相做技术的交流，然后我们不会吝啬把我们知道的东西分享给大家，所以整个活动整个工作的氛围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也不会说你离开座位就会有人说家人你怎么离开座位很久，你跑去哪里了？不会有这种的感觉。所以整个工作环境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尤其是我从以前的工作的环境转到这边的话，其实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边的整个工作的氛围，还有跟同事合作的这种感觉是非常的棒这样子。所以leadership principle 的话，我这边就介绍到这里，大家可以根据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来去做准备，几个技巧。好，那我们到下一页，等一下。OK，好，再来的话就是一些面试的技巧。那面试的技巧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履历的完整。那履历的话，当然我会建议大家你用英文写履历当然是最好的，毕竟你申请也是外商。那履历里面的话，其实我觉得不需要长篇大论，要简洁有力。你必须要让 interviewer 我们一看就知道说你的 skill 跟我们是符合的，跟我们要的人是符合的。对，所以其实你不用写太多冗长的说明，把你重点的专案的经验，例如你在专案里面你做了什么事情，有数字是最好的。例如你的某个功能帮公司创造了多了20%的营收，这些就是非常强而有力的说明。比起你解释你在专案里面、你在功能开发里面遇到哪些基础问题，都会带给interviewer 更多的感觉，他可以更了解说你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你有呈现这样的结果。所以履历的话，我会建议大家要花点心思在上面，对，可以让interviewer 更快可以在 interview 里面切入主题，然后根据你的专长、你的特质来问对应的问题，你也更能发挥你的能力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应该是你不管面试任何职位都一定要做的，就是先认识这个这个公司的 business model，他们有提供哪些服务，然后他们有没有最近有什么报章杂志有什么新闻，他们的发展状况等等之类的。那你在面试 AWS，当然我们不会要求你说，你把200多个 service 你都要人听得懂，但是我们有一些比较核心的服务，像是 EC2、S3、EBS 这些都是非常基础，而且是用量最大，每个客户每个 user 每个客户几乎只要用 AWS 一定会有开 EC2 嘛，对不对？一定会有的。所以这些基本 service 我觉得你可以至少有一些基本的了解。那很好的管道就是我们不管是在 FB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体验营 Bootcamp，大家都可以踊跃的去参加，或者甚至我们 YouTube 也有 AWS 的转道，里面都有一些那种几分钟带你认识某个服务的这种video。我会建议大家，你可以在面试前都可以去看看，然后可以把你的想法可以跟面试官在最后 QA 的阶段可以做一个讨论。对，所以这个是在面试前你一定可以做准备的部分。然后再的话就是其实面试是双向的，你不要觉得就是 interviewer 一直在问你问题，我也会建议大家你可以准备很多的问题，但是问题不会是那种什么你觉得公司下一步要做什么，公司未来发展的愿景怎么样？我们反而比较喜欢你问我们说我们的 daily life，我们的这个弱的
每天的工作生活是怎么样，那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应对，我们有哪些 resource 可以去利用，这些问题会更让 interviewer 可以了解说啊，你对这个工作是有一定的兴趣的，你想要了解这些事情。相较于你去问说，哎，公司的下一步啊，我们的未来产品会有什么新的服务啊，这些个人去展现你对这个职位的兴趣，这样子。对，那除了这些的话，你可以去准备其他你想要的问题，在你们面试应该都会留10到15分钟，跟面试官有一个除了面试以外的其他问题的互动，你都可以在那时候做询问。那这个的话，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应该是你在面试前，你们到网上搜寻啊，或是很多人都会给你的建议，就是你面试一定要透过STAR 的这个技巧来回答任何的问题。那我这边就快速的带过一下什么叫 STARS 第一个就是situation， 就是你要先把你面对的问题的状况描述清楚，不要太笼，不要太简单。例如说，好，你可能说，哎，有 user 跟我回报说他有个 SQL query 很慢，就这样子而已。但是你只要可以帮他多加一点描述，说，哎，有一个客户跟我描述一个状况，就是他的 SQL query 很慢，那这个 query 对我们的 business 很重要。例如说，我们的出货的订单就减少20%，这些都可以更能描述你这个情况的紧急性。所以你可以去了解说，哎，一样的描述，你多加一点叙述，让带给 interviewer 会有不同的感受，他可以身临其境去了解说，哇，原来你当下是在那种紧急的状态下这样子，然后能提供足够的细节。但我说的细节不是说要长篇大论，把所有的细节都一五一十跟流水账一样讲给 interviewer 听，而是你能非常简洁的把重点都带到。那假如有不足够的地方，其实 interviewer 他都会再钻下去，他会再问更多小问题来去了解他想要有兴趣知道的问题。那大家一定都会说，哎，那这个场景是不是一定要跟技术相关，要跟 cloud service 相关？其实没有。你们在不管在求学、在 intern、在工作的生活里面，有很多跟人的互动，其实也都可以拿来做一种面试的一个 example 给那个 interviewer 知道。例如说像 dive deep，dive deep 其实大家都会直接联想到说，哎，我是不是跟技术要相关？其实不用，你有可能是例如说你帮客户谈一个需求，然后你还在把那个需求要把它弄详细一点，然后你在谈这个需求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例如有其他的例如客户不合作，他的叙述都很模糊，或者是说你想要去跟其他同事去讨论，但是同事他们不熟这个领域，或者是他们很忙不愿意理你，这种东西也可以拿来当做一个在 behavioral interview 里面可以拿出来的 example， 不一定全部都要跟技术做挂钩，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也可以记起来。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task 就是说，哎，好，我拿我们刚刚的例子来讲，我们的 SQL 跑很慢，那你会做的你会想要做的 task 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帮它变快。那原本几秒，例如说，哎，原本跑10秒，那我可能想要让它变5秒、变3秒等等之类的，这就是会是你的一个目标。然后你接下来的第三个 action 就是会朝这个目标走。好，你这个你要让 SQL 变慢，那是不是就加 index？但是 index 会有很多的种类，然后你也要看看加 index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 application 等等之类，这些都是你必须要去要去加强描述的。所以说在这部分的话，很多人都会说有个 SQL query 跑很慢，我加 index 就跑很快，这样就结束了。但是其实你可以把它讲得更精彩。例如说你在加上 index，你一定要做一些分析，因为你不能慢慢在生产环境就做任何的 change。那要做的 change 之前，你要跟谁跟谁沟通，一定是 user。那谁对这个 data 是最了解的，可能有 data engineer 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细节，你可以在 action 里面去谈到的。然后其实在这边你要避免去讲说是我们是聚焦在你，因为 interviewer 会想要知道说你在这件事情里面你做了什么事情，对不对？你付出了多少？你只要讲we 都是讲我们的话，那interviewer 就会觉得很疑惑。好，那我可能要再多问一些问题来了解说好，那家人你在这个troubleshooting 在这个处理这个问题里面你的角色是什么？
但其实你只要一开始就把你在里面做的事情表明清楚，那就可以省去这一段的来回。对，这些也是大家可以也可以放在心上的。那最后就是 result，你有什么样的结果？例如你做完加 index 以后，你的 SQL 加强变快了50%，那可能比原本的更快10%等等，这你又做了其他的优化，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可以让面试者可以充分的去了解说，哇，这个在这个SQL query 的 troubleshooting 里面 tuning 里面家人做了哪些事情，他的怎么应对，然后除了可能看出来他的沟通技巧，也看出来他的技术深度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在一个简单的 example，你跟 interviewer 在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拿到很多的 data point。每一个你讲的话，其实都会是关键，都会对 interviewer 是有很大的帮助。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非常建议大家要使用的 STAR 这个面试的技巧。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面试流程，就是你准备好履历，然后技术评估，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行为式的面谈，就可以用我们刚刚谈到的技巧。那我们现在需求的领域有这几个领域，但你有可能不会在我们的 job 上 Amazon job 上面看到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职缺，但是你可以持续的关注，然后我们不定时都会释放出我们需要的职缺这样子。然后这边如果应征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些 information 可以先拍照记下来，或者是会后我们会给你相关的 information， 对，到时候再麻烦大家可以到上面或是跟相对的同事做联系。那我这边最后再补充一个就是英文的部分。那大家外商我们还是会希望大家有基本的英文能力，但是你不要担心说会不会要你跟native speaker 一样，不会，我们会希望你至少是可以听得懂，可以表达。因为你进来以后，你有很多同事是来自国外的人，你只要你的英文能力是可以沟通的，其实对你的 career 的 growth 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对，好，那这就是interview 的技巧跟大家做分享。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就把时间交给Mark，Mark 会跟大家介绍一些 AWS Networking 相关的sharing。